大家好，欢迎回到财经小故事，每周一次跟你聊聊这礼拜的财经大小事。这礼拜聊啥？可以聊一下你在办公室说的那个 FTX 数位货币交易所倒闭的事情啊？你不是也是受害者吗？我靠，这是一定要往我的伤口里戳就是了。那你当初怎么会想把钱放在那里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它的 USDT 的活存利息有8%嘛，而且是每个小时计利息哦。那如果你没太投资数位货币的话，不知道 USDT 什么没关系，它其实就是数位货币版的美金。你就想象一下，假设今天有一个全世界第2大银行跟你说，你来我这边存那个美金，然后利息有8%，而且每小时计息还是活存，什么时候想领走就领走，也不用什么绑约半年1年的，不香吗？你不会存吗？听起来是蛮不错，我也会想存。那我想知道说，为什么这个说倒闭就倒闭？说是怎么倒闭的坦白说，我一开始还真的不是很清楚啊。上礼拜周末的时候啊，就我有个朋友传讯起来跟我说，那个 FTX 好像出事你要不要先把钱领出来啊？但因为正值周末嘛，本人正在追剧，根本就没有心思管什么投资不投资，什么 FTX 不 FTX 的。我那时候就回答说什么应该没事吧，全世界第2大的交易所安啦。然后我就继续追剧。就到礼拜1的时候，我一看新闻才发现，哇靠，事情好像真的有点大条。然后我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让我领了。后来呢，我才发现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 FTX 的创办人，这创办人的名字有点长，但我们就叫他爆炸头哥好了。那个爆炸头哥呢，他除了 FTX 之外他旗下还有另一个那个数位货币的量化交易基金叫 Alameda。那 Alameda 这间公司呢，它被爆出说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债务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它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 FTX 这个交易所所发行的数位货币 FTT。而且它很多的 FTT 都还拿去抵押在做借贷，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的资产大部分都是 FTT， 但负债却很多。那如果你对金融有一点概念的人，一定就会知道 FTT 它的价格是随着市场在波动的。那万一有一天 FTT 的价格下跌的话，是不是代表它的资产缩水？那你的资产缩水到一定的幅度，就会变成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你的债务就比资产还要大很多，那这间公司就有可能破产哦。那这件事被爆出来之后呢，也引发另外一层疑虑，就是说这个爆炸头哥他的公司 FTX 数位货币的交易所，跟他旗下的量化基金交易公司 Alameda 这2间公司的账是做得不清不楚的。他有没有可能呢，把自己左边口袋的钱换到右边口袋的钱，右边口袋的钱再换到左边口袋去，借此美化 FTX 的财务报表？大家要知道FTX 在之前可是用320亿美金的估值在做募资的哦。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全世界第1大数位货币基金交易所币安的老板他就说他要把他手上的 FTT， 也就是 FTX 发行的代币全部卖掉。那他手上的代币呢，那时候价值大概是6亿美金。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许多在 FTX 里面有放钱的投资人就疯狂的在上面提款据说那一个周末提出提款要求的金额就高达70亿美金。那想也知道嘛 ，FTX 哪来70亿美金去给那些要提款的人于是他就把这个提款的功能锁住了。总而言之呢，这几天都一直有非常多的消息传出最新的消息就是呢，经过清算FTX 的财务漏洞高达80亿美金然后他也在最近这几天呢宣布破产了。像你这样把钱放在里面的人拿得回来吗？我跟你讲这我们的钱真的是直接瞬间归零哦。那你说要拿不拿得出来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破产清算基本上他会先给有担保品的债务人，然后再来才是我们这种没担保品的债务人。那有人就去调查了这个 FTX 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太值钱的数位货币，所以当第1顺位有担保的债务人分一分之后，还能不能轮到我们，那根本就是一个未知数况且依照以前的例子来看这个清算的过程不走个3-5年，根本也是不知道结果的。所以我自己是已经把这笔钱当成归零了，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活得比较开心而且我的金额还不算大的，我很多朋友是什么15万美金、30万美金、40万美金的钱放在 FTX 里面这件事情你有学到什么教训吗？其实当然有今年的那个不管是数位货币还是整个金融的股票市场确实都给我们投资人上了非常大的一课我学到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教训，就是你千万不要把钱放在数位货币的交易所里面，因为数位货币的交易所它是没有法规在监管的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还有金管会，还有银行法当你的保护伞。万一那个银行真的倒闭的话，你还有存款保险200万元但你把钱放在数位货币的交易所里面它真的就直接归零
还好呢，我本人是 FTX 只放了一小部分啊，我大部分的钱其实是在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叫币安里面啊。不过经过这件事情呢，我就赶快把我币安的钱全部都放到冷钱包里面了，因为一个估值320亿美金，全世界第2大的交易所，一个礼拜直接倒闭，你说币安不会倒吗？我现在是有点怕这件事情啊。那除了刚刚我讲到啊，跟数位货币的投资我学了一课之外，其实我们把东西放大点啊，更广义上的来讲，我也开始在思考啊，投资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我们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什么，这个底层资产它是不是真的有价值的？坦白说，我很多朋友把钱放在 FTX 里面，都只是相信说，哇，这个全世界第2大的数位货币交易所，它是不会倒的。它如果倒的话，整个数位货币的市场也完了。但事实证明，这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它的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前2年的时候啊，因为全世界都在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啊，各种股票、数位货币基本上是直线上涨。比特币从4000块的时候开始起涨，涨到最高的时候接近7万元。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都失去了风险控管的意识，一昧只想要追求最高的报酬率，而把身上所有的现金全部都放到这一种比较虚无缥缈的资产里面。我想从今之后呢，我在投资跟着我在做自己的资产分配的时候会更谨慎。那这个礼拜的财经小故事我们就讲到这边喽。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这一次 FTX 事件的受害者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取暖。那讯星科技呢会在11月17到11月19号在圆山的花博争艳馆参加 Me Taipei 展览。如果你想认识一个新的投资管道债权投资的话，再欢迎于展会期间来找我们玩哦。大家拜拜。